如果让你选出高达系列最吸引人的5位女配角，你会选谁呢？事先声明啊，本视频为 UP 个人心目中的答案，并且条件限制在中国这片大陆上，以及尽可能的照顾到国内的热门作品。如果你有自己的排名呢，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至于为什么是女配角而不是女主角，当然是因为配角争议少一些啊。好了，废话不多说啊，正片开始。高达系列最吸引人的女配角第5名，王流美。这个角色我觉得没啥好说的啊，就这一个回眸，基本就足够让所有男人记住她了。这个角色在当年有多火呢？就这么说吧，她当年在某些有颜色的网站里面，本子数量常年是霸榜第1的。观众们投票最喜欢的女角色是要用脑子投，那要考虑的肯定是很多的。可在看本子时呢，那就是用下半身投票了，这是实打实的不会骗人的。而且呢，王流美还有一个中国人的 buff， 这集团大小姐每集出场都会换身衣服，换谁顶得住啊？可你要说这个角色除了充当花瓶以外，还有什么别的可取之处吗？想了想那还真没有。第1季的时候就是充当一个串联剧情的角色，给天人组织的财力背个书，给情报渗透能力说个名。第2季呢，更是纯的工具人，整天念叨着我要改变，我要看到世界的改变，我要大变。可到底要变成啥样，却只字不提，仿佛就是一个纯粹为了跳反而编造的理由，让人觉得这个角色存在的本身都很迷惑了。这时有人说了，就这一个花瓶角色，凭什么入选？那我觉得就是他做到了极致，做到了高达角色花瓶的极致。高达系列最吸引人的女配角第4名，卡莲约书亚。08MS 小队作为我最喜欢的高达作品，里面太多的角色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在为数不多的女配角中，卡莲给我的印象真的是太深刻了。她就是那种标准的部队女兵的形象，身材高大魁梧，说话爷们儿气满满。作为陆战部队的老兵，她倒并没有像刻板印象中那样会对新来的队长侍郎发难，也没有嘲笑队长在热带雨林作战还要穿航空作战服。相反的无论是各种常规检查，或是战时需要注意的点，都会尽心尽力的提醒侍郎。队长出去泡妹子的时候，卡莲也会把队伍带得好好的。这要是换一个喜欢霸凌的痞子兵，侍郎这次上任高低得整一个心理阴影出来。不过卡莲作为驾驶员的表现相对就比较薄弱了，尤其是在被龟爸爆头以后，顶着吉姆头的卡莲机，那呆萌的感觉更是一看就让人想笑。甚至对于没有看过08小队的人来说吉姆头陆战高达可能比卡莲这个人本身还更有知名度一些吧。要我说的话卡莲这个角色最有意思的是，虽然看起来5大3粗的一股假小子味儿，剧中呢也没有特别给他什么美颜镜头，但就是莫名的看多了还感觉挺有女人味那种。跟艾莉多亚的小感情戏看的还是挺让人津津有味的，这可能也是我对这个角色印象会如此之深的原因之一吧。高达系列最吸引人的女配角第3名，玛丽达·库鲁斯，也就是大家常说的12妹作为独角兽这部作画精美的 OVA 中开场的炫技担当，大青椒与桀骋队长的这番激战，为2台机体积累的人气，比某些 gay 里 gay 气的机体反复出场都来得直接。对比没有机会露脸的桀骋队长，作战时沉着冷静，战前习惯性管舰长叫 Master 的12妹，更是给人留下了无比深刻的印象。而除了这些战斗场景下的刻画，玛丽达最吸引我的就是她那温柔邻家大姐姐的形象了。与过往的被过度调整的强化人不同，玛丽达的情绪可以说是超稳定，绝不会出现突然说话不知所云，或是精神状态飘忽不定的情况。那个丘尼不算我说的是女强化人。看看这让人安心的臂力，瞧瞧这标准的3无表情，让人感触最深的就是巴纳吉问他是不是也要搭上 MS 时，他的回复是新人类不够了，就由强化人来填补。当双方都声称自己是正义的时候，一个为战场而生的反复被洗脑利用的战争工具，反而对战争的思考更加深刻。可见有一个优秀的领路人是多么重要了。高达系列最吸引人的女配角第2名，雷蒂安。这个角色可能很多人比较陌生毕竟在中国看过 W 的本来就不多，但 UP 恰好是 W 入坑的，所以对这个角色印象特别深刻。作为在剧中前期专门对抗主角团的战线负责人，此时的雷蒂安时刻盘着头发，戴着眼镜，声线低沉，手段恶劣，可以说呢是非常标准的一个恶女形象。所以小时候我看高达 W 的时候一开始对她印象特别差，再加上我本来就不太喜欢戴眼镜的角色，双层 buff 叠加了属于。然而呢，到了剧情中期，突然不知哪蹦出来一个长发飘飘大美女，我定眼一看，哎呦，这不是雷蒂安吗？这真是人靠衣装，佛靠金装只是改了一下发型，摘下眼镜，说话语气温柔点，这变化就如此之大，不愧是托帅看中的女人当然了 ，W 作为一部高达舞台剧，肯定是不会只让雷蒂安变个外貌那么简单，她连性格甚至是思想都变了。一开始我还以为她是装的，结果后来发现她居然在面试特洛瓦时，直接被对面戳穿老底给干破防了。
一副什么我们居然是这样的组织的表情。不过也因此，他开始从粗暴的执行脱帅的任务，开始变得真正理解脱帅了。随后呢，也将自己执行任务时的反应与爱好和平的思维融合。没错，开玩笑的哈。与阿雷相反，雷迪安最后的选择是在完成人格的融合以后，他也与主角团成了同路人。可喜可贺，可喜可贺啊！高达系列最吸引人的女配角第一名，夫雷阿鲁斯塔。排第一的这里啊，我一直在纠结要不要选哈曼萨，但我又一直犹豫哈曼到底算不算配角。于是一不做二不休，还是选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夫雷吧。毕竟要论高达剧中女配角的存在感，真没有几个能比夫雷更强的了。夫雷这个角色相信不用我过多介绍了吧，高达 C 的前半系少了他都拍不下去，他一个人啊就兼顾背景交代、剧情推进、意见冲突、男主成长以及我们的青春期导师等数个职责。尤其是他那双黄丝袜啊，更是走在潮流的前列线上。作为承包了高达 C 的狗血剧情70%份额的存在，夫雷一切行为啊都可以用作妖来总结。每当剧情有点风平浪静的征兆时，他都要跳出来甩几个技能，给吉拉和观众们上上强度。也正是因为夫雷的这一特征，很多人会说啊，如果没有夫雷，说不定大天使号都走不出沙漠。或者说啊，要不是克鲁泽最后手剑点爆了夫雷，是不是吉拉就得被克鲁泽压制到死？总之啊，夫雷在吉拉心中，别管说是情愫还是愧疚吧，反正啊，他占据的那1亩3分地，吉拉是没有那么容易给挪走的。而且呢，夫雷算是整部剧中人物成长最明显的角色，从前期口无遮拦大小姐，到后来黑化的魔杖人，再到最后看开一切，想要与吉拉把话说开，这么个初期惹人厌的角色，在人物描写方面啊，却是相当可圈可点的，甚至可以说是 C 的众角色中相当立体的一个了，这也是他令人难忘的原因之一。以上呢就是UP个人总结的5个最令人印象深刻的高达女配角了，大家有什么自己喜欢的角色，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哦。好了，今天视频这么多，希望大家多点赞支持，我们下期再见。